让我们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：什么是能量？一杯滚烫的热水有能量，因为它可以烫伤你的皮肤；一颗原子弹有能量，因为它可以让你在日本都是熟人。这些都是能量的不同表现形式。但如果我问你，这些能量从何而来？它们会消失吗？它们能凭空出现吗？你的直觉可能会告诉你，能量是可以被消耗的。你每天吃饭，从食物中获取能量；你每天睡觉，让身体恢复，为第二天储备能量。按照这种直觉，能量就像钱包里的钱，花掉了就没了，需要不断的补充。但这个直觉错了。能量的总量在宇宙这个封闭的系统里从来没有增加过，也从来没有减少过。它只是不断的在不同的形式之间转换，从一种状态转移到另一种状态，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。宇宙就像一个极其精密的会计师，他的账本上永远只有那几笔数字，只是在不停地做着转账的操作。让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。假设你点燃一根火柴，火柴头里含有化学能，这些化学能来自很久以前一棵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的太阳能。当你划着火柴，这些化学能转换成热能和光能，释放到空气中，空气变热了，光照亮了黑暗，然后这些热能会逐渐扩散到周围的环境中，被更大量的空气分子所分享。如果你非常精确地测量，你会发现释放出的总能量和火柴本身的化学能完全相等，不多一分，不少一毫。现在让我们把视野放大，太阳每时每刻都在向外辐射巨大的能量，这些能量来自太阳内部持续进行的核聚变反应。在核聚变过程中，氢原子核融合成氦原子核，质量减少了大约 0.7%。这些减少的质量按照爱因斯坦那个著名的公式 E 等于 mc 的平方，完完全全地转化成了能量。太阳每秒钟都有大约400万吨的质量消失，但取而代之的是天文数字般的能量辐射。这些能量一路穿越太空，其中极其微小的一小部分到达了地球，被植物吸收，被动物食用，被人类利用，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，在生物圈里循环往复。而当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消失之后，这些能量去哪里了？答案是，它们依然在。它们变成了大气中分子的热运动，变成了海洋中水波的动能，变成了夜空中向宇宙深处散去的红外辐射。它们没有消失，只是变得更分散了，更平均了，更难以被集中利用了。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。它告诉我们，在宇宙这个封闭的系统里，能量既不能被创造，也不能被消灭，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，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。第一类永动机为什么不可能？就是因为它们试图在没有任何能量输入的情况下，持续不断地对外做功。按照能量守恒定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不能从真空中变出能量来，就像你不能从空银行账户里取出钱来一样。账本上根本没有那笔收入，你怎么可能支出？但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问题，值得我们停下来思考。既然能量守恒，既然能量总量不变，那为什么我们还在不停地谈论能源危机？为什么我们还在担心石油会用完？
为什么我们说能量被消耗了？答案在于，能量虽然守恒，但能量的品质并不守恒。同样数量的能量，在高温状态下和低温状态下，价值是完全不同的。100度的高温水蒸气可以推动涡轮机发电，但30度的温水只能用来洗澡。能量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的过程，虽然总能量守恒，但能量的品质在下降，在变得更容易获得，在变得更难以被利用。科学家们用熵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不可利用程度，而这个概念将是接下来几章的主角。想象一个场景，你工作了一整天，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，推开卧室的门，眼前的景象让你瞬间清醒。衣服散落一地，书籍堆满了整个书桌，杯子歪歪斜斜地立在床头柜上，昨晚吃剩的零食包装袋被揉成一团，塞在枕头底下。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一定是家里进贼了，或者更可能的是，家里进了一个熊孩子。但如果我们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个混乱的场景其实恰恰是宇宙最自然的状态，而你辛辛苦苦把房间收拾整齐的行为，才是需要付出努力的，需要刻意为之的不自然的行为。这个看似荒谬的结论，正是热力学第2定律的核心。宇宙天然地偏向混乱，有序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例外。让我们更精确地描述这个定律：热量总是自发地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，永远不会自发地从低温物体流向高温物体。一杯热水放在室温环境下，它会慢慢变凉，但一杯凉水放在室温环境下，永远不会自动变热。冰箱确实可以让内部变冷，但它需要消耗电能，需要压缩机做工，需要外界的干预。如果你把冰箱的电源拔掉，让它成为一个孤立系统，里面的温度最终会和环境温度一样。这就是第2定律告诉我们的。在一个孤立系统里，热量会自发地流向平均，会自发地趋于平衡，而这种趋向平衡的过程，用物理学家的话说，就是熵增的过程。熵是一个让很多人望而生畏的概念，但它的本质并不复杂。熵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系统混乱程度或者无序程度的度量。一副排列整齐的扑克牌比一副杂乱无章的扑克牌熵值低，一个完好无损的鸡蛋比一个碎裂的鸡蛋熵值低，一个有生命的身体比一具尸体熵值低。在孤立系统中，熵只能增大或者保持不变，永远不会减小。这个结论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推论：宇宙正在不可逆地走向更大的混乱。想象一滴滴墨水滴入清水，最初墨水分子聚集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深色的区域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墨水分子会不断扩散，最终均匀地分布在整个水体中。你见过这个过程反向发生的吗？你见过墨水自动聚集回去，让清水重新变清澈的吗？从来没有。这个过程是单向的，是不可逆的。墨水分子扩散的过程就是熵增加的过程。或者想象你打碎了一块玻璃，碎片散落一地，形状各异。你当然可以弯腰把碎片捡起来，但要把它们重新拼接成一块完整的玻璃，那需要专业的工具、专业的技能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而且即使如此，
也不可能完美复原。玻璃碎裂时产生的微小裂纹，玻璃边缘的细微缺口都无法还原。在打碎玻璃的过程中，系统的伤急剧增加，而要把伤降低回去，需要付出远远更多的能量和努力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说能量被消耗了。能量本身是守恒的，但能量的品质在消耗。在每一次能量转换的过程中，总有一部分能量变成无法利用的废热，散失到环境中。这部分废热虽然还存在，但它已经无法再被用来做工了。就好像你把100块钱换成零钱，虽然钱的总量没变，但你要去商店买东西，店主只收整钱，那一部分零钱对你来说就变得难以利用了。第二类永动机为什么不可能？就是因为他们试图制造一种机器，从单一热源，比如海洋中持续吸收热量，并全部转化为有用功，而不让任何废热排放到环境中。按照第二定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总有一部分热量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废热，散失到低温环境中。所以，即使你有取之不尽的单一热源，你也无法把它100%地转化为有用功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日常生活的场景。为什么咖啡会凉？因为咖啡的热量自发地流向周围的空气，熵增加了。为什么冰块会融？因为冰块的低温让它从高温的空气中吸收热量，冰块和空气的温度趋于一致，熵增加了。为什么你的皮肤会起皱，会长皱纹？因为身体内的各种生化反应持续进行，产生的废物逐渐积累，局部的有序结构逐渐被破坏，熵在持续增加。你可能已经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。如果熵只能增不能减，如果宇宙不可逆地走向混乱，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宇宙的最终命运又是什么？别急，让我们慢慢来。如果你看过一部倒放的电影，你会发现很多违和感。碎玻璃自动聚合在一起，碎片飞回窗户上，重新变回一扇完整的玻璃。泼出去的水倒流回杯子里，倒塌的建筑从废墟中升起，一砖一瓦地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落叶从地上飞回枝头，变成新生的嫩芽。你一定能立刻判断这是倒放，因为你知道这些事情在现实中永远不会自发发生，它们违反了时间之间的方向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时间为什么有方向？为什么我们能清楚地分辨过去和未来？为什么记忆总是指向过去而不是未来？熵给出了答案。在一个孤立系统里，熵只能增大或者保持不变。这意味着过去的状态总是比未来的状态熵更低，或者说过去的状态总是比未来的状态更有序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分辨时间的方向。在一个熵增加的过程中，每一个瞬间都比下一个瞬间更有序，每一个瞬间都更接近过去。想象一个容器，中间有一道隔板，左边充满气体，右边是真空。你抽掉隔板，气体分子会迅速扩散，填满整个容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气体分子的空间分布从有序变得无序，熵增加了。现在，如果我问你，哪个状态在时间上更早，哪个状态在时间上更晚，你一定会说，充满左边的状态更早，因为那是扩散的起点；均匀分布的状态更晚，
因为那是扩散的终点。这就是时间之箭的物理本质，它不是由人的主观感受决定的，也不是由什么神秘力量赋予的，它是由熵增的方向决定的。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，在每一个时刻，熵都在增加，都在把时间推向未来，都在让我们离过去越来越远。让我们把这个结论再推进一步，如果熵增决定了时间的方向，那熵减就意味着时间倒流。在一个熵减的过程中，未来会变成过去，过去会变成未来，因果关系会颠倒，逻辑链条会断裂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未见过熵减的现象在自然界自发发生。如果发生了，时间就会倒流，而时间倒流的世界是我们无法理解和描述的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那个令人不安的问题：宇宙不可逆地走向混乱，那它的最终命运是什么？物理学家们有一个令人沮丧的预测：在足够长的时间之后，宇宙中的所有能量差异都会消失，所有的恒星都会燃尽，所有的热量都会均匀分布，宇宙将变成一片温度几乎相等的寒冷虚空。那时候，熵达到了最大值，不再变化，时间失去了意义，宇宙陷入永恒的静止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悲伤的结局，但让我们在此暂停一下。宇宙的热寂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图景，远到即使以宇宙学的标准来衡量，它也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时间尺度，大约是10的100次方年这个量级。在人类的时间尺度上，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，宇宙依然充满了活力，太阳还在燃烧，地球还在运转，生命还在进化，智慧还在闪耀。而更重要的是，热寂的图景并不是绝望的，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熵在不断增加，正是因为时间在不断流逝，正是因为宇宙在不断演化，才有了星系的诞生与死亡，才有了生命的出现与繁荣，才有了你此刻听到这段声音，产生这些思考的可能。如果熵不增加，如果时间没有方向，如果一切都是永恒静止的，那将是真正的死亡，不是某个星球的死亡，而是整个宇宙的死亡，是变化本身的死亡，是意义本身的死亡。熵增加给了我们时间，给了我们过去和未来的区别，给了我们记忆和期待的可能，给了我们成长和衰老的体验，给了我们爱情和失去的感受。这不是诅咒，这是宇宙给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让我们换一个话题，来谈谈温度。温度是我们每天都接触的概念。早晨起床，看看天气预报，决定穿什么衣服，打开空调，调节到舒适的温度，冲一杯热咖啡，等待它凉到可以入口的温度。温度无处不在，温度也至关重要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温度有没有尽头？有没有一个最低的温度，一个不可能比它更低的温度？答案是有的。这个温度是零下273.15摄氏度，物理学家称之为绝对零度。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奇怪的数字？让我们从头说起。温度的本质是什么？从微观的角度看，温度是分子热运动剧烈程度的度量。一个物体的温度越高，它的分子运动得越快；温度越低，分子运动得越慢。冰块里的水分子振动得比较缓慢，液态水里的水分子运动得更快。
水蒸气里的水分子运动得最快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分子能不能完全停止运动？按照经典物理学的思路，答案是不能。你可以让分子运动得越来越慢，但要让它们完全停下来，需要无限精确地把所有动能都移除走，这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能的。但这还不够，因为经典物理学只是告诉我们很难做到，并没有说绝对做不到。热力学第三定律给出了更彻底的答案。第三定律告诉我们，随着温度趋近绝对零度，系统的熵值也趋近一个常数。换句话说，当温度达到绝对零度的时候，无论你采取什么方法，无论你付出多少努力，系统都不可能再继续降温了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任何实际过程都不可能真正达到绝对零度，只能无限地接近它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降温本身就需要做功，而做功就会产生热量，就会升高温度。想象你要把一罐可乐降温到零下100度，你把它放进冰箱，冰箱的压缩机开始工作，消耗电能，把热量从可乐里抽出来，排放到环境中。这个过程确实让可乐变冷了，但也让环境变热了。压缩机的运转本身就在产生热量，这就是为什么冰箱的背面总是温热的。如果你想要更低的温度，你需要更强大的制冷设备，而更强大的制冷设备会产生更多的废热，这形成了一个无法打破的循环。你越是想要接近绝对零度，你就越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做功，而消耗能量本身就会产生热量，这些热量必须被排放到环境中，而排放热量的过程本身又是一个熵增的过程。绝对零度就像地平线上的太阳，你永远在追赶它，但它永远在前方，永远不会真正到达。但这还不是最令人惊讶的部分。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即使在绝对零度，系统也不会完全静止，那里依然存在一种无法消除的震动，零点震动。零点能，虚空中的脉动。你可能觉得这个结论很荒谬，绝对零度不是应该完全没有热运动吗？分子不是应该完全静止吗？但量子力学告诉你，不，在绝对零度，粒子依然在震动，依然有能量，依然在运动。这种能量被称为零点能。这个结论来自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原则，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。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，你不可能同时精确地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。你越是精确地知道它的位置，你就越无法精确地知道它的动量，反之亦然。这不是因为你的测量技术不够好，而是因为自然界本身就是这样设计的。粒子不存在一个确定的位置和确定的动量，它们只有概率分布。这听起来很反直觉，但它的实验验证已经无数次被重复了。量子力学的预言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与实验完美吻合，它是我们目前最精确的物理理论之一。现在让我们回到零点能的问题。如果一个粒子完全静止在某个确定的位置，那它的动量就应该是0，位置应该是确定的。这违反了不确定性原理。因此，一个粒子不可能完全静止，它必须有一定的动量不确定性，也就是有一定的振动。这种振动即使在绝对零度下也依然存在。这意味着，在绝对零度的真空里，
并不是真的空无一物，那里充满了虚粒子的涨落，粒子和反粒子对在瞬间出现又消失，能量在瞬间聚集又消散。真空不是静止的，它是沸腾的，是翻涌的，是充满了量子涨落的海洋。物理学家卡西米尔在1948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：如果把2块不带电的金属板平行放置在真空中，让它们靠得足够近，它们会受到一个向内的压力，把它们压在一起。这个压力来自哪里？来自零点能。金属板之间的空间限制了可以存在的虚粒子的波长，使得板内虚粒子的数量比板外少。这种不均衡就产生了把2块板压在一起的力量。1996年，这个预言被实验证实了，卡西米尔效应成为零点能存在的直接证据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那个令人兴奋的问题：零点能是否可以被利用？如果连真空都不是空的，如果虚空中蕴含着能量，那永动机的梦想是不是以另一种形式复活了？答案是令人遗憾的不。零点能不能被利用来制造永动机？原因很微妙。零点能确实是能量，但它是一种均匀分布的能量，一种无法被提取的能量。在卡西米尔效应中，你确实获得了力量，但这个力量非常微弱，而且提取这种能量需要你先消耗更多的能量。零点能就像海洋的水，它确实存在，但你不可能建造一台机器，只从海洋中抽水而不消耗任何能量。此外，零点能的存在并没有违反能量守恒定律。虚粒子的涨落是量子场真空态的表现，它们是场的基态能量，不是从别处借来的能量。零点能是真空本身的属性，它不是可以抽取的资源。所以第4定律，或者说零点能的存在，告诉我们一个更加深刻的道理：宇宙的空不是真正的空，宇宙的零不是真正的零。在最深的层面，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，不存在绝对的静止，不存在完全的空无，一切都是涨落，一切都是不确定，一切都是概率。这听起来可能让人感到不安，但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。正是因为量子涨落，正是因为零点震动，宇宙才不会陷入完全的僵化和死亡。正是因为真空不是真正的空，它才有无限的可能性。正是因为基本粒子具有不确定性，物质世界才具有多样性和创造性。零点能不是诅咒，它是宇宙创造力的源泉。现在，让我们退后一步，把所有的线索串起来。热力学第1定律告诉我们，能量守恒。宇宙是一个封闭的账本，每一分钱的能量都必须有来处，每一分钱的能量都必须有去处。你不能凭空创造能量，也不能让能量凭空消失。热力学第2定律告诉我们，熵只会增加，宇宙天然地偏向混乱，有序是例外，无序才是默认。能量会从高温流向低温，从集中变得分散，从可利用变得不可利用。时间有方向，未来不同于过去。热力学第3定律告诉我们，绝对零度不可达到，温度有一个下限，就像空间有一个维度数量的限制一样。你永远无法把所有热量都移除干净，因为移除热量的过程本身就在产生热量。零点能告诉我们，即使在绝对零度，系统也不是完全静止的。真空不空，
虚空在沸腾，一切都在涨落。不确定性是宇宙的基本属性。这4条定律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同一个真相：宇宙是有边界的。第一定律划定了能量利用的边界，你不能无中生有，你不能打破能量守恒。所有的能源都来自已有的能量转换。第二定律划定了效率的边界，即使你有能量，你也不能100%地把它转化为有用功，总有一部分会变成无法利用的废热。所有的热机都有效率上限，所有的过程都伴随着熵增。第三定律划定了温度的边界，你不能把温度降到绝对0度以下，你的制冷设备永远不可能完美，总有一些热量会残留。0点能划定了真空的边界，无不是真正的无，即使在最深的虚空里，也有涨落，也有能量，也有量子泡沫。这些边界不是物理定律的任意限制，它们是宇宙结构本身的反应。理解这些边界不是为了绝望，而是为了清醒。知道什么是不可能的，才能把精力集中在什么是可能的上面。边界之内，人类的自由之路，历史上无数人试图突破这些边界，他们建造永动机，尝试从真空中提取能量，发明永不需要燃料的机器。有些人是因为无知，有些人是因为狂妄，有些人是因为欺骗，但最终他们都失败了。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他们在试图做一件宇宙本身就不允许的事情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这些边界面前无能为力，恰恰相反，正是在这些边界的约束之下，人类创造了辉煌的文明。正是理解了能量守恒，人类学会了如何更高效地利用能源，从蒸汽机到内燃机，从核裂变到核聚变，每一步技术进步都建立在对能量转换规律的深刻理解之上。正是理解了熵增原理，人类学会了如何提高热机效率，如何设计更节能的系统，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创造更大的价值。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是人类发展的障碍，而是指导人类更聪明的工作的工具。正是理解了绝对0度的不可达到性，人类学会了如何接近这个极限。在实验室里，物理学家们已经能够把温度降到只比绝对0度高 0.01 度的地方，100亿分之1度的程度。在这个温度下，物质展现出了惊人的性质：超流性、超导性、波色、爱因斯坦凝聚。这些发现催生了激光、MRI、超导磁体等改变世界的技术。正是理解了0点能的存在，人类对量子力学有了更深的认识。量子力学不是玄学，它的预言已经被精确验证，它的应用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从智能手机到太阳能电池，从医疗诊断到密码通讯，量子力学的成果无处不在。边界不是枷锁，边界是框架，框架之内是无限的可能性。想象一下国际象棋的规则，棋盘是8×8的格子，棋子有固定的走法，胜负有明确的判定。这些规则是限制，但正是这些限制让游戏变得有意义。如果没有任何规则，就没有棋局，就没有策略，就没有胜负。热力学4大定律就是宇宙的规则，
它们限制了什么是可能的，什么是不可能的。但在这些限制之内，人类依然能够创造、创新、突破。你不能制造永动机，但你可以更高效地利用能源。你不能消除所有废热，但你可以把废热降到最低。你不能达到绝对零度，但你可以接近它。你不能从真空中提取能量，但你可以利用量子效应。真正的智慧不是试图撞破边界，而是在边界之内跳出最美的舞蹈。现在，让我们把视野再拉大一点儿。在宇宙的尺度上，热力学4大定律就像4道看不见的高墙，它们围出了一个区域，那就是所有物理过程可能发生的区域。它们之外是不可知的禁区，是逻辑上不可能的荒原。但你知道吗？正是在这4堵墙围出的区域里，宇宙演化了138亿年，产生了数以亿计的星系，诞生了地球上数十亿年的生命进化史，出现了人类这样的智慧生物，发展出了辉煌的科技文明。边界不是终点，边界是起点。站在热力学4大定律的肩膀上，我们看见了宇宙的壮丽与冷酷并存的本质。能量守恒让我们相信宇宙是公平的，时间之箭让我们珍惜当下的每一刻，绝对零度的不可达到让我们理解极限的意义。零点能的启示让我们对空无有了全新的认识。这些定律不提供安慰，但它们提供清醒；不提供希望，但它们提供方向；不承诺美好的未来，但它们承诺一个真实的世界，一个我们可以理解、可以学习、可以在其中找到意义的真实世界。今晚，当你闭上眼睛，当你进入梦乡，你的身体正在遵循着热力学定律运转，你的细胞在消耗能量，产生热量，排放废物；你的神经系统在传递信号，信息处理，记忆巩固；你的呼吸在吸入氧气，排出二氧化碳，完成着气体交换的熵增过程。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分子都在遵循着宇宙的法则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这些法则的证明。晚安。